我给将军下了新咒，让他眼里只有我。可这咒术只能维持1天，每次失效后，他都恨不得杀了我。后来我被敌军掳走，绑在了城墙上头。他怕我念咒，不等对面说完，直接一箭射在了我心口。我看着血顺着他的剑缕缕流下，竟难得笑了。系统，我能走了吗？待系统清算奖励，预计10日完成。我叹了口气，还要10天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被挂在城墙上的时候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杖刑、烙刑、鞭刑，魏明前世受过的罪，这一世我全都替他受了。奄奄一息之际，我看见了城下的他，心里不由得欣喜。原来城墙上的人换成了我，他也能来啊！我使出全身力气，才张开嘴巴，想大声喊他不要管我死活。没想到的是，话还没说出口，他手中的剑就毫不犹豫地向我飞来，不差一丝一毫，正好是心脏的位置。他要我死。硝烟四起，战鼓冲天，我的世界却安静了。我的心像是漏了一个洞，血流如注，却不知疼。他抱着我的残躯，眼底闪过我从未见过的柔光。我不能让我身后的士兵和百姓犯险，换成是谁我都会这样做。我别无选择。锦上，这一世是我欠你的。我笑了，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欠我的可不止这一世。曾经同样的场景，同样的为难，他却放下了兵器，平退3军，只身一人进了城，受尽百般折磨而死。只因为城墙上头挂着的人是秦洛，不是我。他不是别无选择，是他选择的，不是我。系统，任务成功了吧？我可以走了。好的，请主人等待系统清算，预计10日完成。剑都插在心上了，我还要活10天吗？系统难得的沉默。怎么啦？主人，你也可以选择不走的，任务成功了，你可以选择留在这里，不回到末世的。我笑着说，声音却莫名苦涩。这里还不如末世呢。是啊，魏明活过了27岁，我的任务成功了。我能回到现实世界，我也能活过我的27岁了。我想回去，我想马上回去。等了半天，系统才终于开口。好的，主人，我保证，这10天你不会受任何伤痛折磨，你可以健康的、开心的和这个世界好好告别。这是系统给我的最后福利。他还想让我这个千疮百孔，心上还插着一根剑的人，再好好的活10天。我从来没有好好活过，这已经是我第2次攻略魏明了。我从末世穿来，任务是让英年早逝的大将军活过27岁。只要他27岁的生日一过，我就能回到现实世界，并能获得吃不完的食物。我饿得快死了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。系统跟我说，从23岁开始，魏明每年都有一个死劫，所以我用我的一只眼睛跟系统换来了新咒。我虽瞎了眼睛，可只要新咒响起，他的眼里便只有我，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。只要死劫那天让他哪也别去，任务自然就完成了。所以相伴4年，我用了5次新咒。他说我是妖女，蛊惑他，控制他，可我每次念咒都是为了让他活着。我不知道的是，新咒也有失效的时候。那天他不管不顾地冲到城楼底下，只因为城墙上吊着的是他年少的月光秦洛。他为救他，只身一人进了城，受尽折磨而死。我的任务失败了，我和他又重生在了我们相遇那天。系统的规则是重启任务，技能失效，但被交换的东西不会返还。所以这次我用我的嗅觉又一次换了新咒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世一样，唯独被敌军掳走的人换成了我。我终于明白，魏明的死劫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意外，他的死劫一直都是秦洛。再睁开眼，我躺在了魏明的房里。夫妻4载，我从未来过这里。门口传来女人的哭啼声。如果我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，我一定不会让夫人替我去取药。那天夫人吵着要吃我做的浆果，我在厨房待了一整天。如果我能自己去取药的话，那夫人就不会。别这样，不是你的错。魏明的声音清冷，可语调却是难得的轻柔。是我的错，我是罪臣之女，贱命一条，死就死了。胡闹！
不准你这么说自己。我听够了，一下子推开了房门。夫人，你不是……哭得梨花带雨的秦洛正依偎在我夫君的胸前，一脸吃惊地看着我。魏明似乎也有些吃惊，一时没有了动作。原来我死在里头，外面会是这样的风光啊！系统明明说伤口不会痛，为什么我的心还是拧着疼呢？我绕过了他们，喊了一声双双。小丫头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，好像见了鬼，却明显比那2个人见到我更开心。我想喝茶，魏明不知道抽了哪门子风，一下扯住了我。你没死，你的伤口……我打掉他的手。是啊，不如你意，偏偏没死。他胸口的衣上还挂着秦洛不小心蹭上去的水粉，我看着恶心，便退后一步。谁知平日碰都不愿碰我一下的人，突然死死抓住我的手腕。我是在担心你，你何必如此恶言相向？我使劲挣扎，不想他碰我分毫。夫人误会了，我和将军没什么，我只是担心夫人，所以才……夫人千万别因为我和将军闹别扭。秦姑娘多心了，我着实是渴了。我打断了她的话。她刚要说什么，魏明却摆了摆手。他将我拦腰抱起，径直走向卧房。刚放到床上，便不由分说地解开我的衣裳。你干什么？别动！我看看伤口。撕扯中，只听见外面扑通的一声。秦姑娘，你怎么了？魏明的身子瞬间绷紧，紧张地回头望去。我没事，将军去看看吧。秦姑娘身子弱。从前我最爱吃秦洛的醋了，如今这般懂事。魏明也很是惊讶，竟不自然地摸了摸我的头。别生气了，我去叫大夫过来给你瞧瞧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却在他关上房门的一刻，一把拽起旁边的帘幔，使劲擦了擦他刚摸过的头发。听大夫说，他伤口都快愈合了，好得不得了。就是在那假装伤重，引得将军内疚自责，多疼爱他几分。苦肉计，听说还是他自己去的那个贼窝，搞不好是故意演这么一出。可他不是差点死了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根本就是装的，他好着呢。你不知道外面都在传什么，他一个女人在敌营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就是将军心善，没刺他一条白绫就不错了。因为魏明对我的态度，将军府的下人说话从来也不把我当回事。我出来透风，双双端来我爱吃的果子。魏明进来的时候，果子刚好从我手上不小心掉下，打到了那个嚼舌根的婆子身上。他捡起果子，命那些婆子退下。你怎么还是这般脾气？我没回话，只是跟双双抱怨这里的果子真酸。他走到我身边，竟拿出一个玉镯子，不由分说地套在了我手上。这镯子是难得水头，还是油上好的香料浸过的，芳香四溢，你戴着甚好。我抬头望向他，他幽深的眼睛里竟有一丝期许。如若是之前，我怕是要高兴地红了眼睛。可偏偏这芳香，我的鼻子闻不到，我这瞎了的眼睛也再红不起来。我将手镯退下，我不喜欢这些玩意，将军还是送给秦姑娘吧。他皱了皱眉，我已经做好了被他破口大骂的准备，却没想到他只是咬了咬牙。那好，我再寻一个你喜欢的吧。我知道城门那一件，他对我心里有愧，才会这般模样。秦洛的耳目向来能干，很快魏明向我示好的消息他就听说了。一着急喷了一口鲜血，听大夫说可能活不过今年了。但是据我前世的记忆，他在魏明死后服了一种奇药，直接就痊愈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的病应该是装的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我不想多管闲事。可偏偏他不放过我。半夜，魏明不顾双双的阻拦，闯进我的房间。锦上，秦洛病危，李医师说他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我揉着眼睛，脑子迷迷糊糊的。那你找我干什么？要我给他陪葬？我话音刚落，他竟直接过来，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不等我反应，一道刺眼的刀光闪过，他竟划过我的手腕，以腕取血。我奋力挣扎，却根本动弹不得。待他松开我手腕之时，那瓷碗中已是半碗血。李医师说，你中箭不死，甚至连伤口都愈合得飞快，你的血定是古书中记载的能起死回生的泉血。锦上，
救人要紧，是我亏欠你的，我定会给你个说法。双双，快来给夫人包扎。说完，他直接端着我的血跑了出去。因为系统的设定，我此刻即便还在滴血，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有眼睛没出息的红了。我没让双双包扎，那个伤口不出半个时辰自己就会愈合。我只是让他为我穿衣，然后把我兄长送我的佩剑拿了过来。冲进秦洛房里的时候，他的嘴角还挂着血渍，虚弱地靠在魏明的怀里。我提剑前来，被魏明的侍卫拦在了门口。他们不敢伤我，反倒是被我刺了2剑。锦上，你疯了！魏明大喊，将秦洛护在身后。我的剑直接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系统，他都活过了27周岁，现在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主人千万别冲动，你在这个世界是不能杀人的，他死了你就回不去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真是不痛快。夫人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千万别怪将军，是我不争气，夫人要杀就杀我吧。秦洛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一下子窜了出来，死死地握住我的剑，手里的血从他指甲流出，配上他惨白的脸色和梨花带雨的表情，魏明可是心疼坏了。他打掉我的剑，怒视着我的眼睛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杀了我。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，命人把我带走，折磨得不生不死才能解气，没想到他只是命人把我架回房间。天亮时，他站在我门口。我知道你讨厌秦洛，可我和他确实清白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家门不幸，如今又病重，无依无靠，我不能不管。但是锦上，我其实从来没有讨厌过你，我只是怕你。只要你不再使用那些妖术、邪术来控制我，我是想与你好好过的。我没出声，只是恶心的想吐。不能杀了他，是我在这个世界最大的遗憾。给我10日，我处理好秦洛，把他送出府，圆他一个与我重游儿时山水的梦。等我回来，我们重新开始，莫再气了。说完，他便离开了。他们要10日，而我只要9日，如此甚好。夫君告假，带着他的心上人游山玩水的第一天，整个京城都在说魏将军是个绝世好夫君。仔细打听才知道，魏明怕毁了自己和秦洛的好名声，对外说的是告假陪夫人远游散心。这对贱人走远了都不忘恶心我。我想带着双双出门，直接被管家拦下。夫人，将军吩咐了，他回来之前您哪都不能去。他想得真好，用着我的名，关着我的人，滴水不漏。系统说任务成功了，技能被收回了，我不能用心咒了。其实无所谓的，我现在也不需要什么技能了。我伸出手，双双从包里掏出一把匕首，放在我手心。我拔出匕首，眼都不眨的把它放在管家的脖子上。能走吗？他身子一滞，态度转好，眼神中却藏不住一丝轻蔑。夫人，我也是听将军安排。我的动作没有犹豫，朝着他的脖子稍稍用力，鲜血顺着他的脖颈流到胸前。他瞪大了眼睛，牙齿咬得滋滋作响。夫人这么做，不怕将军怪罪？他大概还以为我是那个处处围着魏明转的傻女人吧。记得上一世，魏明从我手里骗走我爹的雪域灵芝，给秦洛治病，就是他出的主意。他前世常说，只要将军给个好脸色，夫人什么都肯做。想到这里，我微微一笑，把刀从他脖子上一下。他一下子放松了，表情更是不屑，以为他的话果然奏效。可下一秒，我把匕首直接插进了他肩膀。大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拿将军压我？我堂堂2品诰命夫人，想出想进，由你安排。你头上那颗丑东西怕是不想要了吧？他捂着肩膀，整张脸都扭在一起。我定会告诉将军。我凑到他耳边，鬼笑着说道：快去啊，别在我这狗叫，信不信我割你舌头？魏明和秦洛游山玩水的第2天，没人再说魏将军是绝世好男人了，因为他们昨天亲眼看见将军夫人在街口不善施粥，谣言不攻自破，真相浮出水面。原来将军是带着贪污救灾款的罪臣之女出游享乐，而将军夫人大病初愈，带着粮食衣物在街口救济百姓。这段话不是我传的，但传得我心甚喜。
2天时间，我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积蓄。钱吗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爹也不在了，没什么好留恋的，只怕我没花干净，留给了不该给的人。而且饥饿的感觉，我太懂了。前世我偷偷施善，还被魏明说是装样子。秦洛更是散布谣言，说我是妖女，吃我的救济会被我吸食阳气。可是那些人哪管这些啊？人饿极了，什么都吃的。这些道理，他们2个怎么会懂？魏明和秦洛游山玩水的第3天，府里的人都说我疯了，躲我躲得远远的。而我也收到了他的家书。已到雨郡，这里云饼的味道甚好，勿念。旁边的礼盒中装的就是他口中的云饼，听说为了让我尝鲜，特意派人选上等好马，连夜送来。他不知道的是，饼盒中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封信，请夫人爱惜身体，好好活着。阿明说，夫人的血能救我的命。落款秦洛。我把书信收好，把云饼吃进肚子里，真香。魏明和秦洛游山玩水的第4天，我把府里执事的丫头婆婆都叫到了一起。玉花晦气地叹了口气，没好气地叫声夫人。我直接一巴掌扇过去。前几天双双找你拿吃食时，你故意溜了她好几圈是吧？夫人莫怪，不是我有意为难，您要的不是普通吃食，有些草药，听将军安排，是要给秦。啪，又是一巴掌。提将军是想压我，提秦洛是想气我，他们总是这样，话里有话。扣你1个月工钱，账20，明日起你别管吃食了，去管茅房。凭什么？凭我是将军夫人。他大叫着发疯，我直接叫人拖走。杨柳。紧接着又叫了一个名字，这人最早也是翻着白眼进来的，如今却被玉花的样子吓得老实了。夫人。在我门口跪上10个时辰，自己扇自己100个嘴巴，不出声的不算。就是他借着采买的由头在外面散布我的谣言，也是他在我的饭菜里下药，搞得我如今连月事都没了。他是秦洛最忠诚的狗，他怒视着我，却什么也没说，老实的去跪了，好像憋了口大气，就等着他主人回来告状了。这一番下来，下面的人都哆哆嗦嗦吓坏了。明艳。小姑娘头都不敢抬地走到我面前，他们已经开始窃窃私语，估摸着我还要用什么酷刑。只见我摸了摸口袋，掏出了几张纸。诺，这是你的卖身契，出府吧，找点营生，给你娘好好看病。说着，我又让双双端了一个小盒子给她，里面是一些首饰。明艳急忙跪在我面前，头磕的我拦都拦不住。你不用这样，你对我好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后来我把他们的名字念了个遍，有的是卖身契和银子，有的是巴掌和棍子。这一折腾，好心肠的人都被我送出了将军府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反而留下来了。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我帮将军府把人都规矩好了。魏明和秦洛游山玩水的第5天，我终于给双双寻了一门好亲事，也把我剩余的钱都给了他。这个小郎中虽说是我亲自挑的，但我看人的眼光向来不准，我怕走眼，这钱你千万自己留着。双双哭得眼睛都睁不开，可我还是硬把他送出了府，还让他带走了我最喜欢的阿福。阿福前世被秦洛养的狗咬死了，我一气之下砸了秦洛的屋子，把他和他的狗赶出了府。魏明回来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关了我1个月，接回了秦洛，还亲自喂养那只恶犬，就为了气我。如今好了，如今什么都好了。魏明和秦洛游山玩水的第6天，终于收到了将军府送去的信。我在家中的恶行，添油加醋的全被他知晓了。听说他和秦洛正快马加鞭的往回赶呢。府里人听了这个消息，干活都有劲了。这些天，他们被我训得服服帖帖，我也是过了一把暴君的瘾。现在他们都等着看我的笑话呢。我在后院乘凉，还不小心听见2个丫头说闲话。等将军回来，夫人的好日就到头了。哼，看他还威风几天，搞不好将军直接休了他。可不吗？将军一走，他这般乱来，准是吃醋发疯。看将军回来他怎么办？我突然站在他们身后，差点把他俩的魂吓出来。
将军要回来了，我好怕怕哦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穿上了2品诰命夫人衣裳，没带任何随从，孤身一人进宫请见。他们都说我是因为怕将军怪罪，进宫请个庇护。其实不是，因为我城门楼上差点英勇就义，皇上下旨说会赏我一个想要的东西。当时我说没想好，恰好今天终于想好了。只是没想到这一去，我还被皇后娘娘拉着在皇宫里住了1夜。估计府里的人都以为我畏罪潜逃了吧。等我回府的时候，魏明已经回来了。这是我们分开的第8天，终于又见面了。我过得挺好，他应该也是。他背对着我，如上一世初见般。这就是我要攻略的对象吗？好帅啊！听说还英勇善战，为人醇厚。只可惜英年早逝。不怕，有我在，我一定要帮他度过死劫。回忆漫上心头，可一眨眼已是2世。他转身过来，衣服有些邋遢，脸上的胡须也凌乱，没有修剪，看起来好脏啊。李锦上，他看见我，眉头皱起，模样更丑了，还叫我的名字，好恶心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再看1天就解脱了。你进宫了？你怕是疯了？是不是我给你一些好脸色，让你忘了自己的处境？说着说着，他还过来抓起了我的手腕。你进宫干什么？又要求皇上治秦洛的罪吗？你为什么不肯放过他？我说过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以后我都如你所愿，为什么你还不肯放过他？我没说话，任由他扯着，脑海里过往匆匆，好像如今都在无波澜了。你看你把将军府弄成什么样了？哪个下人不是遍体鳞伤？你这个恶毒的妖女，枉我还想与你从头来过。说到情急时，他将我奋力甩在地上。李锦上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若你能替秦洛求情，我们还能重来，可若皇上降罪秦洛……说罢，他转头看我，眼底血红。而我仰望着这个我护了2世，又爱了2世的男人，竟笑了。你会怎么样？我会将你逐出将军府，休书一封，一刀2断。来人，把夫人带回房间，即日起不可踏出房门半步。我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晚，被软禁在自己的房间。饭菜是馊的，里面还可能混着丫鬟的唾沫。来往的婆子看我的可怜样子，忍不住笑意。门口黑压压的侍卫，无论我说什么，都没人理我。真好啊，一点点留恋都没有了。我躺在床上，敲着2郎腿，嘴里哼着我们末世时的歌，唱着唱着就睡着了。朦胧中睁开眼，魏明拿着匕首，而我的手腕还在滴血。秦洛一路劳顿，又吐了不少血，情况危急，需要你的全血。我慵懒地抻了个懒腰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多取一些吧，我怕他以后喝不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要休了我吗？他叹了口气，不再看我。我在寻别的方子，不会一直取你的血，反正你体质特殊，第2天连个伤口都不会留，先帮帮他吧。你到底进宫求了什么？为何皇上什么都没说，只让我明天等旨？我微微一笑，给你的惊喜，27岁的生辰惊喜。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还有事，魏将军，你好像很久都没用过那妖术了。是啊，我已经没有心咒了，不然我就让你焚火自尽了。锦上，如此便好，只要你不伤害秦洛，好好的，我们可以试试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到1天了。门口的侍卫不见了，丫鬟还端来了一桌子菜，说魏明要过来跟我一起用膳。宿主，您所在的世界所有物资奖品都已发放完毕，您即将离开这里。久违的又听到了系统的声音。您还是坚持选择要离开，对吗？不离开还要给人当血包啊。收到，正式进入倒计时。魏明走进来的时候，倒计时刚好开始。100。臭系统，你们家倒计时居然要数这么久。锦上，昨天是我错怪你了，听说皇后娘娘都很喜欢你，赏旨今天就到。92。他抓起我的手，放进他的手心里，好似在检查昨夜被他割破的手腕。我猛地起身，甩开他，使劲擦了擦手腕。81。别气了，是我不好。说着，
他干了一杯酒。我们是夫妻，吵吵闹闹数载，从未真心说过话。我只是把秦洛当妹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见不得她受苦，你别误会，我不喜欢她。过去是我对你不好，今后我会补偿给你。他把一块花糕夹到我碗里，这个甜点你肯定喜欢，闻闻有没有桂花香？魏明，我闻不到。59，我把甜点塞进嘴里，嚼了嚼，真难吃。我没有嗅觉，我的左眼也看不到，两世了，你居然还没发现？你说什么？什么两世？说着，我淡淡一笑，也喝了一杯。我醉了。他凑近看我的眼睛，又用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大概是发现了异样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40，对不起，过去是我不好，我对你疏忽了，我们以后好好过。疏忽了？哪有那么简单？我的眼睛不是天生，是因为你瞎的。我的嗅觉也不是天生的，是因为你没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筷子一放，盯着他。魏明，你真可笑，我们怎么可能好好过？你杀了我啊！30，他身子一僵，开口辩驳。我没有，那一件只是我怕你念咒语，情急之下，我没想取你性命，而且你也没什么事。27，我端起酒倒在他的头上，在他惊异的目光下，又赏了他一巴掌。你疯了！怪不得你有那么多死结，你真该死！年少成名的大将军哪受过这种委屈？我巴不得他跟我扯着头发打一架呢。可还不等他发火，外面就传来通报声。我就说秦洛哪会让他好好在我这吃饭。20，将军，秦姑娘吐血不止。魏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抬脚就走。可我竟也一口黑血吐了出来，连着身上消失不见的伤口也隐隐作痛。看样子这次是真的要走了。你怎么了？他着急地扶起我，我擦了擦嘴角的血。门外的管家又催了一遍。将军，秦姑娘那边怕是时间不多了，夫人刚才还好好的，要不叫先生来看看？10，我命人叫先生马上回来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9，你回来我可就不在了，我还没骂够呢。他皱了皱眉，甩开我的手。等我回来让你骂，照顾好夫人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：魏明，你哪天要是有良心了，就死在我坟前，我也能安心。5、4、3、2、1 OK， 圆满。魏明赶到秦洛那里时，着实被床下那一滩血惊到了。将军，您终于来了，秦姑娘情况危急，恐怕只能用夫人的全血了。可想起刚刚李锦上的模样，魏明第一次迟疑了。他才说过以后会对她好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不能再取她的血了。话刚说完，秦洛又是猛吐了一口。他急忙过去扶住，听见怀中的人虚弱开口：夫人何等金贵，是我不配。魏明咬了咬牙：我亲自去。心里想着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即日就把秦洛送走。他的刀法准些，李锦上还能少受些苦，左右就是疼一下，他的伤口很快就会好。之前他都观察过的，那些外伤在李锦上身上不出2日就什么痕迹都没有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女人竟再也叫不醒了。魏明抱起李锦上的身子，他的嘴角还挂着血渍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！他为什么浑身都是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咆哮着，下人纷纷跪在地上。没人见过将军这副模样。谁干的？将军，请节哀，秦姑娘那里还需要。魏明冲过去，一把抓住医师的衣领。放什么狗屁，他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节哀了？他为什么会流血？你不是说他是不死之身，他明明不会留下伤口的，不是吗？为什么？他怎么死的？你说啊！医师被吓得半死，哆哆嗦嗦的语无伦次。臣该死，将军恕罪。夫人她确实死了，致命伤是胸前的一剑，伤及心脉。魏明的身子一滞，只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。那个伤口不是好了吗？他亲眼看到的。另外，夫人的手腕处还有刀伤。魏明冲了过去，
一把抓起李锦上的手腕，那触目惊心的伤口将他纤细的手腕割得不剩一块好肉，每一刀都是他割的。魏明，你真可笑，我们怎么可能好好过？你杀了我啊！李锦上的话响在耳边，他终于恍然大悟，只觉得心也被人插了一剑，疼得要死。还有就是夫人身上有烙铁的烫伤，鞭打的外伤，夫人的身子恐怕是早就不行了。那些伤他怎么从来都不知道？将军，秦姑娘呢？话没说完，魏明的剑就刺穿了他的喉咙。是你骗我害他，是你！几剑下去，医师身上没有一块好肉。魏明跪在地上，失魂般的自言自语，没人敢上前。直到圣旨来了，他昨夜想了一宿，李锦上到底求了什么旨意？要么是要个封赏讨自己欢心，要么就是要个责罚给秦洛。总之，李锦上的心思肯定是用在自己身上的。可他看见圣旨时，才终于明白，李锦上早就不要他了。他跟皇上求了一份和离书，为他自己求了一个封赏。这封赏与将军府无关，与他魏明无关，是赏给李尚书之女李锦上的。他早就知道自己要死了，死前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离开将军府。他望着李锦上的尸体，迟迟不肯接旨。他曾以为李锦上爱他爱得发疯，不惜用妖术逼他亲近。他以为无论怎么样，只要他回头对他说几句软话，李锦上都会留在他身边。他以为他没有那么爱李锦上，可他错了。那天晚上，将军府点了一夜的灯，将军夫人死了，他年少的青梅也死了，还有一个医师很蹊跷的也死了。魏明还是没活过27岁。传闻他听皇后讲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，只因故事里的主人公和与他和离的夫人一样，瞎了一只眼，又没有嗅觉，他便泣不成声，被人搀着才回了府，而后便一蹶不振，最后自刎在了他前夫人的墓前。听说这些后事的时候，我正在吃火锅，就因为系统回访的时候我给了个差评，他便特意来找我，讲这些给我听，无非是让我开心，把差评删了。可是谁在乎呢？这个结局不用他说，我也知道。我知道的比他还多呢。本来就是装病的秦洛为什么突然死了？因为我的血有毒呀，系统规定我不能杀别人，我还不能自杀了吗？最后那几天，我天天喝各种毒药，反正我又不会提前死。是他偏要喝我的血的。魏明会自杀，我着实没想到，只是我怕他活得太好，也留了个后手。难道是？小系统看着我，我鬼笑着点了点头。是你在江湖上散布谣言，说喝魏明的血能治百病，解百毒。你知道他临死前被刺杀过多少次吗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。那咋了？差评。谁知道他不生气，反倒得意起来，看着我一脸邀功的样子。我可不垃圾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？为什么？我也怕他过得太好，违规把两世的记忆都给他了，他死前什么都知道了，哭着求我要再见你一面呢。那你说什么？我说死吧，死了就能见到了。外面大雪不止，屋子里火锅的热气腾腾向上。我和系统笑作一团，遥看窗外，少有的几家亮着灯，也都是和我一样的任务成功回来的。那些再没回来的人，也许选择留在了那个梦幻世界里，也许任务失败不断循环。只希望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。现在我在末世过得很好，享福才是我该得的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